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武帝太初3年。首先看一看上一讲留下的问题。先前不是从大渊国得到过著名的汗血马吗？难道2师城的这种宝马比汗血马更好吗？再有，武帝倾全国之力，怎么李广利带到大渊都城之下的汉军只有3万人呢？关于第一个问题，武帝时期接连得到过好几次宝马，马的品种一次比一次更好，二征大渊得到的这一匹应该就是最好的品种了。但这些宝马的品种到底叫什么？武帝自己就改口过好几次。原先获得了乌孙国的宝马，喜欢的不得了，给他们取名天马，名字取到天马，这就触到名号的天花板了。等后来获得了大渊国的汗血马，品质比天马更好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改名好了。原先的天马改称西极马，新来的汗血马改称天马。这样的改名很容易引发史料记载的混淆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？另一方面，武帝最初得到的汗血马数量很少，大约的没法繁衍，这才有了无数使者西行求马的事情。后来又有李广利远征大渊，求取2师城的宝马，所以2师城的宝马很可能就是汗血马，至少也是汗血马当中的精品吧。仗确实打赢了，宝马也确实取回来了，但是后人到底怎么评价这场西征大渊的战争？局面特别两极分化。在《盐铁论》的记载里，民间发言人首先抨击张骞那些人，说他们只看眼前得失，完全不计后果。在武帝面前夸赞大渊国的汗血马、安西国的珍玉大鸟，把武帝的欲望勾起来了，非要得到这些奇珍异宝不可。但结果呢？这里就引用掷地有声的原文好了：夫务万里而攻人之国，兵未战而物故过半，虽破渊得宝马，废计也。意思是说，跨越万里之遥去打人家的国土，还没走到地方就死了1多半人。就算最后攻破了大渊，得到了宝马，从国家层面来看，实在是很失策。为什么说很失策呢？以美当时已经民不聊生，盗贼四起了，之所以政权没有垮掉，全凭武帝圣灵斐然。这里需要解释一下，所谓全凭武帝圣灵斐然，这只是场面话，翻译过来就是纯属运气好。但治国总不能全凭运气吧。然而到了南宋被北方游牧政权欺负得不像样子，再看2征大渊这段历史，心情就不一样了。陆游有时说，中华初时汗血马，东夷再贡双毛鹰，群鹰伏太阳升，胡无人，宋众信。汗血马的到来可不仅仅是因为皇帝多了个玩物而已，而是代表着中华文明微服四夷，特别让人扬眉吐气。到底这么理解，正应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句老生常谈。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问题，武帝一倾全国之力，怎么李广利带到大渊都城之下的汉军只有3万人呢？答案不难想到，以李广利当时的全部军容，如果全军开拔的话，沿途单是人指马未，西域那些绿洲之上的城邦小国，就算热情接待，也真的没有这个接待能力。所以李广利不但兵分几路，而且这几路大军分别走南北2途。接下来我们就聚焦在玉城这条线上。有一支1000余人的汉军单独走到了玉城，玉城人拒不接待。玉城人的态度很可以理解，毕竟劫杀他汉师团的是他们，在李广利的第一次西征当中击败李广利的也是他们，不但结仇结得太深了，而且携战胜之威，并不把汉军放在眼里。城外这支汉军距离大部队只有200里，靠山大，口气就大，则被玉城国不接待。玉城虽然规模不大，却是个狠角色，摸清了这支汉军每天都在减员之后，在一个清晨出动3000人发起突击，汉军几乎遭到圈歼。在2征大渊的全部战斗里，这是汉军唯一的一次败绩。但这时候的李广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，派搜索都尉上官桀攻打玉城。当汉军真的打军压境，玉城自然是招架不住，玉城王逃到康区，偏偏上官桀不是见好就收的人，硬是死缠烂打，一路追到了康区。
当上官桀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，对汉朝历史比较熟悉的人一定想到了接受武帝遗诏辅佐幼主，后来和霍光一道呼风唤雨的那位权臣。但这只是重名，此上官桀非彼上官桀。两位上官桀偏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只是攻打玉城的上官桀年长一些。上官桀追杀玉城王，一路追到康区，康区的疆域大约是今天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一带。虽然当时还没有名震欧洲的哥萨克骑兵，但毕竟是个武力强大的西域大国。以上官桀孤军深入，如果真的两军对垒的话，迎面是微乎其微的。后来论功行赏，上官桀受到的褒奖是敢深入这3个字，足以说明他当时追到康区需要何等的胆魄。康区是大渊的盟国，正所谓患难见真情。一得到大渊国被汉军攻破的消息，当下就把玉城王交给了上官桀。上官桀安排4名骑士把玉城王捆好，送交李广利处置。不知道上官桀为什么会这样安排，按说在敌境之内押送这样一名重要任犯，只派4个人，显然是太多大了。果然这4名骑士接下任务很为难，生怕沿途促生变故，越合计越觉得应该赶紧把玉城王杀掉才好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而问题是，如果真的这么做了，就等于公然违抗军令，所以大家虽然意见一致，却是没有人敢动手。也许正应了江湖越老胆子越小这句话，总需要年轻人的一点点鲁莽才能够打破僵局。赵地是4名骑士里边最年轻的，终于挺身而出，拔剑砍下了玉城王的首级。4个人只带着这颗首级轻装出发，和汉军主力会合去了。这里先留下了一个问题，赵地做了这么出格的事情，将来到底是会受赏呢，还是会受罚呢？太初3年就这样结束了。进入太初4年，李广利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胜利返回长安，同来呢还有西域诸国的莽子和使者，好一派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风光啊！二征打渊，失神震撼了西域诸国，让他们真正认识到汉帝国的强大。于是争相派王子和使者随着李广利同入长安朝见天子，王子们顺便呢就留下来当人质了。不过卖国人虽然来了不少，同胞回来的却少得惊人。《资治通鉴》的原文是军还入马千余匹，这很可能是传召当中抄漏了字。根据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说法，西征军团返回玉门的时候，人只有1万多人，马只有1000多匹。回顾当初大军集结，单是第1轮集结就有6万多人，这还不算志愿参军自备军需物资的人。畜力方面，牛10万头，马3万多匹，驴子和骆驼也有几万之数。很难想象尔征打渊的战存比竟然高到这种程度。但问题是，整个战役当中就只有一支1000人规模的队伍在玉城国遭到全歼，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消耗人命的激战，后勤补给也很充足。那这么多人到底都是怎么死的呢？答案是各级军官都太贪婪了，军囤物资，毫不体恤士兵，这才是西征军团大批量死人的核心原因。也就是说至少有几万士兵死在西域，但其中没有多少人是战死的，而是在军官的盘剥和虐待之下没能挺过西域的恶劣环境。这段内容原始素材来自《史记·大渊列传》，当读者读到西征军团班师入玉门的一幕，马上就能联想到当初为伐大渊而举国扰攘的场面。这就是司马迁的写作技巧，虽然没有一个字的议论，但正所谓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。而在母帝眼里，二征大渊本就是不计成本务求必胜的事情，只要打赢了，死再多人都无所谓。我们看以前北伐匈奴的历次作战，杀了多少敌人，自己损失了多少人，这些数字直接关乎指挥官的功过。但这次例外，武帝认为万里出征，只要打赢了就好，就不挑毛病了，对将士们只论功不论过。论功行赏，武帝封李广利为海西侯，终于了结了给大酋哥封侯的心愿。
至于自作主张砍下玉成王首级的那位赵帝，非但没有被军阀处置，反而受封勋至侯。总之，各种大手笔的加官进爵和慷慨恣意的赏赐，每每让人喜出望外。在所有的封赏里边，赵帝的封侯格外醒目。宋人张磊有一首绝句：男儿侯用立其训，赵帝从军初不闻。但斩玉成侯万户，不须袁弼老将军。这是感叹武帝的赏罚已经变得太随意了。赵帝只是一名普通骑士，并没有斩将千骑之功，只是砍下了一名俘虏的首级就被封侯，这可让当年的飞将军李广情何以堪呢？张磊还有一首七律，我们只看前半段：玉成本自二师谋，七世拔剑犹封侯。董生明君守正直，白首区区向侯国。又把赵帝拎出来跟这个董仲舒做对比，说人家董仲舒，你看兢兢业业一辈子，到老也不过是个诸侯国相，怎么能不让人唏嘘呀？假如母帝有机会回答张磊，他应该会说，远征大渊属于非常之举，冒的是非常的风险，立了功自然属于非常之功，所以一切规章制度都可以打破，官爵和赏赐只是抛洒着给，才能对人形成有效的激励。这种问题究竟孰是孰非，注定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回到历史现场，二征大渊如此规模的阵仗，匈奴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